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雨水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怎么样？是什么来的？你看呐，你没有看吗？你先看呐。我老哎，这人撒娇啊！哪里有人在行李箱放这种东西的？笑，真笑了哦！为什么不见了啊？这里会不会是他们家？哎呦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只去过他的店吗？都没有来过他的家。刚才他进了电梯，电梯又到了这层楼，不一定是这一层的啦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分头找啊！电梯来到这层，当然是这层了。笨！喂，什么事情？电话联络。我老哎，门都关了，怎么找？扔鞋子啦！老公今天穿什么鞋啊？怎么样？喂，老公今天穿什么鞋？穿什么鞋？好像是拖鞋啊。卡了！你在说什么屁话啊？我怎么会记得他穿什么颜色的鞋子啊？阿娇，我们走吧。吃力了，吃力了。怎么全部都很像是这种白灯的？怎么找？你有可能会在9楼的吗？喂，老大，你那边怎么样？还在找，你那边呢？找不到啊。那就找了，还打电话，你真是嘞！哎呀，王八蛋！怎么？家里还是不爽啊？我不是在骂你，我在骂老高啊！他什么？他不刚去追他，大家就要走了。王八蛋！我们要去哪里？回港风，我决定把店卖了，
我们两个回去甘崩，开一间小店，好好的过日子。不要，我跟你离婚。是不是要我们一起撞车子？好，我就撞快点，撞快点，撞！完了，再不济就真的完了。这是人参茶，刚刚从药材店买的，很补身的，拿去喝吧。阿娇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。我的银行还有20几万，你就拿去吧，啊！我跟你说过了，这跟钱没有关系的。是我根本就不爱你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不爱我的。我们结婚1年多了，如果你不爱我的话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这样久的。是不是那在快乐一的混蛋在搞鬼？是不是罗教父在缠住你？他叫你这样做，对不对？没有。阿娇，你不要这样傻啦。罗教父是一个演员，他演技很好的。他根本不喜欢你的，他想玩弄你的感情。你不要中他的计。那只要你不要跟我离婚，你说什么我就答应你。你要什么？你跟我讲。我要你让我下车，让我走。你要去哪里？你是不是要去找罗教父？啊？你信不信哦？我把他杀了给你看。什么？怕？这跟我关他的事情是我自己可以离婚的。是吗？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老公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！你到底要关我到什么时候？你关我这几天，可是关我一辈子吗？我不是一只小鸟，让你关多久就关多久的。我一有机会，我绝对会飞出去的。你真的非离婚不可？好吧，那我就带你回娘家。如果你妈妈答应的话，那我们就离婚吧。真的？不过你要把全部的钱还给我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可是你没有骗我。你都说过了吗？我不能关你一辈子。这个人参茶真的是很贵的，就把它喝吧。我说我跟你离婚，老公，我跟你离婚。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我喊你！叫我喊你！叫我出来！要跟我离婚，没有那么容易呀！如果杀掉你，再去自杀，一起死啊！还要不要离婚？啊？说啊！说啊！这水里面放了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很累？那你就好好的睡。等一下，我就会来陪你。我们永远的睡。
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怎么跟着我？阿娇，我幸好我们的得势追得上，不然他给老高杀了，我们都不知道啊。老大，他好像昏过去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看我的！你干嘛？阿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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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娇。喂，你这样走来走去不累咩？你不累，我看到都累嘞。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坐立不安呐？你有什么不安？我的拳头才不安呢！我那死车窗阴刀，阴刀，你不是练过螳螂拳吗？螳螂拳是拿来打人的哈，你以为拿来打车的啊？所以咯，你就是螳螂打车不自量力。什么狗屁！我说你厉害。当然啦，如果我不厉害的话哈，阿娇早就被老高帮我载到什么地方去了嘞。臭屁什么？臭屁什么？什么？二嫂，妈在楼下。阿娇怎么样？阿娇没事，老高给他吃点安眠药，睡他就昏睡。那他现在哪里？我要去看他。我安排了地方给他住，当时我家一起商量过了，你们暂时别见面好。为什么？虽然老高没有亲眼看见你们带走阿娇，但是他一定会怀疑的。有什么好怀疑的？有种就过来找我嘛，我承认就好啦。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老高会做什么，坐下来听我说啦。走。那据阿娇说，老高曾经威胁过他，如果阿娇要跟他离婚的话，他要先把阿娇给杀了，然后再自杀。所以老高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呢，值得我们怀疑。所以不但不能让他知道阿娇在哪里，大家还要格外小心啊。对呀，更不可以让他知道阿娇原来是被你们带走的。那就报警抓他嘛。离过了，可是阿娇不肯。对咯，哎，怎么说？老高也帮过阿娇全家嘞。阿娇不是这样无情无义的哈。那讲什么屁话？什么无情无义啊？你没有听老高说他要杀他？那又怎么样？现在阿娇不是没事。如果不是我们救他出来的话，你能够担保他没事？哎，是你救还是我救？我救，你救还是我救？我救还是我救？哎，你们不要这个样子，不要吵啊！老妈子还在楼下，大哥，坐下来。去。你们干什么嘛？只要阿娇不要报警，就不要报警啦。最重要是确保她的安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最好多跟她见面，以免老高跟踪她，好不好？还有啊，雅琪呢，已经会安排个律师了，帮这个阿娇办离婚手续。所以直到尘埃落定，大功告成，你们都不准跟阿娇见面。On， 大哥。On 咯。对了，家福啊，
这是阿娇的新手机号码，他要找你。好，我马上打给他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为什么找他不找我？哎，他有没有话跟我讲啊？有啊，他叫我跟你说声谢谢。还有嘞，就这样了。就这样啊。大哥，哇，为他追车，为他打车窗，为他做了这样多事，电话给他不给我，算了啦，女人真没良心，喝酒好过。喂，怎么？找你啦。没空啊？他说他没有空，你跟我讲，我再帮你转告给他，好不好 ？OK。阿娇找我，你等一下。阿娇找我啊？等一下。你不说你没空啊？我自己跟他讲，来，我自己跟他讲。等一下啊。喂，阿娇啊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哦？没事就好。坐。不会，没有。对咯，追那个车，追到我的气差点就断了嘞。刚好那时候有taxi。开会开到一半，接了家父的电话，我就冲了出去。老板呢还以为我发神经，明天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。那你跟他说你要做好嫂嫂，疲于奔命啊。好嫂嫂，你以为我老板会吃这一套？还是先把工作做好，免得明天被骂。哎，你说阿娇会选谁啊？喂，会选你大哥还是选家福？你以为在看电视剧？那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啊。那等看大结局吧。两兄弟同时爱上一个女的，我想起来都觉得头痛。是这个样子啦，要不然剧情太闷，没有人要看的。你放心好啦，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感情的事他们自己会处理，我们不要插手。我倒希望我们的戏份到此为止，不要有麻烦了。应该不会有麻烦了。哎，话别说的那么早，现在阿娇失踪了，你说老高会有什么反应？他会那么容易罢休吗？如果他真的放火烧死家福的话，那这出戏真的有得瞧了。那就真的有麻烦了。说到麻烦事，你们家的麻烦事真的很多。昨天我帮妈整理账目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有一些问题，越想就觉得奇怪。喂，你们听见什么时候去买床？居然连一个帐篷都没有。我在跟你说床什么帐篷？你看，这难民营的孩子连一个帐篷都没有难怪他死亡率那么高啊。那你是说我们现在换张床很奢侈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想去参加志愿医疗队。好啊，我赞同。真的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一向来都很支持你参加志愿医疗队的。但是这次我过去，我将会过去1年啊。1年？你会支持我吗？我会伤了你啊！甜蜜蜜，你笑的甜。怎么不唱啦？不是不唱，看到你这张脸怎么唱得下去？来杯狗逼了。喂，你没有看到我们要关店了没？要关店就表示还没关啦。外面要下雨了嘞，想早回都不可以。那你回咯，关我屁事。回了。你想害我被姑姑炒掉？就是咯，你有拿 overtime 的嘞。怎么？你要偷懒啊？我跟姑姑讲啊，姑姑。哎，你来了，找美丽的啊？哎，我找她这么。我以为那天你们两个看电影看出感情来咯。开玩笑嘞。对咯，开玩笑。哎，好了，美丽，去泡杯咖啡给你的家龙啦。哎，他行不行的？叫姑丈泡啦。你姑丈不在啦，他行的啦。就是咯，你不要狗眼看人低啊。什么狗眼？我看你是狗嘴才是啊。哎呀，你们两个真的是斗气冤家。哎，你们这样斗来斗去，小心斗出感情来哈。操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啊？
电视剧都是这样的吗？很多时候冤家斗啊斗啊，斗到最后变成亲家的。是咯，做戏就可能咯，我跟他就不可能咯。你不可能，可是美丽好像有点来电呢。哎呀，我这样有魅力。那天呢，你们不是去看电影咯？回来之后呢，他一直笑眯眯的，一直跟我说，很多年，10多年没看过电影，看得这么过瘾了，还可以一直捏你。就是咯，一面叫一面捏，捏到我全身黑青嘞。可是他很开心嘞。当然开心啦，有人给你捏，看你开不开心。哇，怎么啦？试试看捏捏咯，不过真的很好捏嘞。你变态啊你！再怎么说，他也带给你几次好运呢，跟他在一起没什么不好啊。说不定那几次是黑鹰撞到的嘞。以前不见得你那么黑。缘分这种东西啊，你不得不相信的。你这一辈子注定跟谁呢？是老天爷注定的。如果老天爷注定你跟他配在一起呢，那你们两个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做什么事情呢都会顺顺利利，你望我来，我望你。如果你违背天意，跟一个不应该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呢，你就会倒霉一辈子。哎呀，姑姑，你为什么说天意是我跟美丽，为什么不是我跟阿娇？什么娇啊？我说阿娇还是阿莲咯。哎呀，那些阿娇阿莲都比她好嘞。哎呀，你相信我啦！人家说天意不可违啊，如果你不要他，就是违背天意嘞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那我就违给你看。跟你讲，我真被你气死啊！不理你。你看到了没有？你看到了没有？老天爷在警告你了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啊！去。那龙哥，你的锅壁啊？哎，你泡的行不行的？喝喝看不就知道咯。我看一定是不 pass 的啦。哇，姑姑，真的是要下雨了嘞。是哦。哇，姑姑，真的是要下雨了嘞。是哦。喂，哎，你看看有没有人呢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哪里有人？真的没有咩？没有啦。哇，会不会是我眼花啊？哇！哦，嘉龙，好幸你啦！你这个动作很难看嘞。哎呀，我给咖啡淋到吗？哇！哎呦！哇，你今天是怎么啦？喝咖啡倒掉咖啡，走路又跌倒。哇，就是咯，刚才淋到前面，现在摔到后面，前后夹攻嘞。难道是中邪？是报应啊！这就是违背天意的下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肯跟美丽在一起呢，你就走好运；不肯跟她在一起呢，你就会倒霉。你最好不要跟老天爷作对。你不要乱讲哦！我看哦，是因为大嘴巴泡的咖啡啦。我不喝了啦，走了啦，走了啦。你这个死脑筋，讲死都不会懂。那我没有空嘞，真是的，气死人了啦！请问你们关店了吗？我们关店啦。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先生要喝什么？给我一杯果啤哦。哦，好。哎，对不起。你是不是还有别的？我们这里有罗迪嘎呀，还有。不是，你是不是罗小姐？我是姓罗的。你大哥叫罗开金。对呀，我是他妹妹，叫罗开莹。你是？我是刘海生。刘海生？你不记得了？大概在20年前我们见过面的。那时候我去找我姐姐，大家还吃过一顿饭的。
你姐姐？是啊，我姐姐刘爱莲。爱莲，刘爱莲就是你姐姐啊？你不说，我真的不认得了。大概是我变得又老又丑了，所以你认不出来了。哎，不是。不过你倒是一点也没有改变啊，跟20年前一模一样，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怎么会？我都老了。哎，不，你真的没有什么不同啊。哎，对了，这间店是你开的？啊，是啊，已经开了好几年了。哎，你看，顾着跟你说话都忘了泡咖啡给你，你坐一下，我泡咖啡啊。不管我来泡喽。不用了，我泡就行了。你先回去吧，等一下我门自己关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原来你们要关门了，那我不打扰你了。哎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哎，你坐一下，我泡咖啡很快的。新加坡的店还是那么早就关了，在香港啊，现在还很热闹，到处都是人呢。我们这里也不像 Orchard， 每次到9点多10点就没什么人了。我有一阵子去了大陆发展，跟我姐姐失去联络。我这次回来新加坡是想找回我姐姐，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呀，所以我这次才回来这里看看。心里想，事隔那么多年，不知道快乐鱼还在不在？哎，还好啊，刚才我看到她的招牌，不过我来迟了，他们已经关门了。对了，现在的快乐鱼是由谁来打理啊？主要是由我大嫂打理。来喝咖啡啊！谢谢你，罗小姐。别叫我罗小姐，叫我开盈行啦。你好像有一个洋名叫露露是吗？哎呦，你的记性也真好啊！那可是以前我娶来凑热闹的。你记不记得那个郑裕玲啊？那时候她很红嘛，那什么网中人的亲情都是她演的，我都追着看的。露露就是她洋名了，我喜欢她，不就跟着她叫咯？那我就叫你露露吧。哎呦，那个时候是年轻的时候娶来玩玩的，现在都7老80，你这样叫我会不好意思的。你还很年轻啊。这股 Bior 的独特香味，相信只有新马才嗅得到。我在香港的时候啊，还特别怀念这个味道。是啊，那就快喝啊。真係冇得頂。你看我，在香港过了20年，出口就是广东话。对了，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吗？哦，几年前她来过，不过没有留下电话地址。老实说，我也不清楚她在哪里呀。那你大概知道吗？我想她应该不会知道啦。他们没有再联络了。哎呀，我那个大嫂怎么会让他们联络呢？说的也是啊。其实当初我有劝过我姐姐，怎么说人家都有孩子有家庭了，可是她就是不听，她还一头栽了进去，搞到后来2头不着岸。有一次，她还打电话到香港向我哭诉，说被赶了出来很凄凉。我要她来香港找我，她说不行，说这里有生意。现在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。新加坡那么小，我想找一个人也不会很难了哈。是。对了，我姐姐走的时候，她的2个孩子有没有跟她一起走啊？没有。那现在应该是很大了吧？都20几岁了。女儿在快乐鱼帮忙，儿子啊现在在当演员。是吗？那有机会还要麻烦你一件事啊，帮我安排我跟我的外甥见一个面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那就要谢谢你了。哎，对了，不打扰你了，多少钱呢？不用了，一杯咖啡算了。不行，在香港我也是做餐厅的，我知道门一开样样都要钱，这样请来请去啊，生意都不用做了。原来你也是搞餐厅的啊？是啊，在香港我什么都做了，我做过电视，做过唱片，最近几年在做餐厅。我在大陆、香港还有澳门都有连锁店。连锁店啊，那就是 franchise 咯。是啊，现在流行嘛，一间打出名堂，就要很快开多一间，来不及的话就 franchise 出去，
不然的话马上给人家跟上了。对呀对呀，现在的人呢，有的吃就抢的。大家都在争一口饭吃嘛，没办法。哎，其实这次我回来也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想看看新加坡能不能开连锁店。啊，这是咖啡钱。哎呀，我都说不用了嘛，才一杯咖啡。要的要的。哎，真不好意思，累你那么迟才关店。那好，我找钱给你啊。不用了，露露，太麻烦了。不行，一杯咖啡哪里需要这么多钱呢？我一定要找钱还你的。哎呦，这么阔气啊！一杯咖啡给我50块，哇，真的是大水鱼嘞！哎呀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来哦？不过没关系，50块我赚到了。我真的很想你，我巴不得啊，现在马上去看你。妈的，这种肉麻的话都讲得出来，干什么啊你？睡觉了，讲这样多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啊？你看我进来你都不知道，要是老高现在在后面看你啊，我看你不死才怪呀！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跟我提到老高哦。爹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那你早点睡好不好？我明天打电话给你。OK，Good night， 爹。爹个屁呀你！你踢得很爽哦。哎，你是人家什么人？干嘛叫他这样亲热？很肉麻嘞！这么！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跟你打架的。我只想要好好的跟你心平气和谈一谈。OK 咯，谈咯，谈什么啊？我希望你能够自动退出。神经病！你不要再白费力气也白费功夫了。阿娇是不可能喜欢你的，所以呢，你就应该要成全我们，这样子我还会尊敬你，叫你一声大哥啊。全个屁啊！娇是你什么人？人家还是老高的老婆嘞。喂，不要再跟我讲什么老高老低哦，他像拳击手一样，已经被我打出局，已经 out。你以为呀？刚才我还看到他嘞。在哪里？刚才我在楼梯那边喝咖啡哦，一闪电的时候我就看到外面，老高就在角落头，用2只眼睛，很像老虎这样盯着我。我出去外面一看，一个鬼影都没有啊！老高一定是怀疑我们了。怀疑我们啊？我觉得你眼花。哎，你有戴眼镜，我没有哦。那就是你老花喽。哎，你不信就算了啊！不要等到他拿火水来泼你，把你烧成烧酥的时候，你才后悔呀！老大！啊！有一个人，快点啦！哪里？楼梯口那边啊。没有人。楼梯口那里呢？没有人。刚才明明看到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一定是老高。刚才哦，他也是这样一闪就不见了嘞。你以为他练过轻功啊？飞檐走壁，来无影去无踪啊！哎呀，什么轻功，他连蛤蟆功就有份啦。哦，够力了咯。什么？他会不会是请鬼仔帮忙啊？什么鬼仔啊？哎，老高跟我讲过的嘞，他港帮哦有个很厉害的嬷嬷，养很多鬼仔，只要请那鬼仔帮忙哈，就可以来无影去无踪，杀人不见血的。神经病！这种鬼话你也相信啊？哎，我看攻击你的哦不是老高嘞，是他请来的鬼仔干的。那你看，
不然你为什么看不到东西？而且那店明明是关着的吗？为什么里面有人？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？什么新闻啊？中国神舟5号升空了，中国人已经可以飞天了。人？你现在跟我讲什么鬼仔不鬼仔的？你真的是很无知哎你！不要说我没有跟你讲啊，这种事情信不信由你啊。今天真的很倒霉嘞！我要喝咖啡，变成弟弟喝，屁股又跌到开花。哇！一定是老高叫他鬼仔来拉我的手，扯我的脚。哎呀，这样猛，说不定以后楚地都会被坑死了。哇，天啊！还好有我师父的佛牌保佑啊！不要怕，保佑啊，保佑啊，保佑啊，保佑！最近呢，我跟妈做了这3个月账目，发现有些问题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是不是又要说我偷钱啦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有一些疑问，想跟你研究一下。你看一看，这是去年和前年同时期的开支与收入，和最近3个月比较呢，总开支是差不多，但是收入却少了大概15%这么多。那有什么奇怪的？生意少了，收入当然少啦。但是成本的支出却没有减少。你看，进货的支出跟往年差不多的。照理说，如果生意差了，就不应该进那么多货。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了。道理很简单啊，进货了多少完全是根据生意的好坏而定。如果生意差了，就不应该进那么多货。就好像妈买鱼一样，她一定是以今天能做多少生意为标准，她不可能买太多，因为用不完得丢掉；也不可能买太少，要不然顾客来没鱼吃。所以进货额跟销售额应该成对比的。但是很明显，快乐 A 的生意根本没有减少。但是那就是说有人偷钱了，那个人一定是我啦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只想跟你一起找出问题所在。问题所在？你明明是在针对我，你何必在那里假惺惺呢？算了，对不起，当我没问过。喂，你最好把事情说清楚啊！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你可以去查里面的账啊，每天顾客付的钱啊，我都打进收银机里了，里面的账清清楚楚，你一查就知道了。你是不是想说我在账目上偷偷动了手脚？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你觉得没有问题的话，那就算了。这些账目啊，大妈都看清楚了，她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你那么八卦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？是的话，那我马上辞职不干了。佳倩，你是管账的，有问题我一定找你谈的。有什么好谈的？你就是怕这些钱被我吃了，将来你们分少了，对吗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！你们眼睛都在盯着这间店，包括你啊！我好声好气跟你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好声好气，我看你笑里藏刀还差不多。你简直不可理喻啊！我原本以为你这个人还不错，没想到你跟他们没什么两样，甚至比他们更阴险。你走开！哎，没事吧？佳倩，你为什么推雅喜呢？他自找啦。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发现这几个月的账目有点问题，所以想找他谈。但是不管我怎么说，他都认为我在针对他。难道不是吗？你上回一口咬定说我偷钱，你又找不出证据来，你现在就翻旧账了。从前年算到今年，你一定要找出我偷吃钱的证据。我哪有啊？是你自己敏感。我上次已经说过了，我不想管账，我也不想收钱。我知道会有这个下场，可是你们偏偏逼我做。生意好的时候，你们就静静不出声；生意不好的时候，就找我来追究。佳倩，对不起啊。他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冤枉我了。不要这个样子了，二哥都向你道歉了，都是一家人了，不要闹到这么不愉快了。那我保证，雅喜呢再也不会那么做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没事啦，走，我们上班。今天晚上吃了晚饭之后呢，我们再去买床。气都气饱了还吃？对不起啊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啊、你妈还有你大哥这么纵容他？难道就如他所说，他的脚会僵是你们害的？
这不关他们的事。那你们为什么还要？是我害的。乖，我听。好啦。哎呀，不要再吵了！不管你怎么吵，你妈咪都不会回来的。哎，佳琪，你说够了没有？你没看见佳佳要生病吗？那又怎样？整天吵妈咪，叫妈咪回来照顾她。好了，别说了。来，看时间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大哥，耐心一点。我记得书上说过，量腋下体温需要3分钟。我最讨厌输了，不要再跟我说数。这里我对的，我说好了就好了。喂，怎么看的？呀，我来啦。啊，糟糕了，39.9。是不是很烧？很烧。那怎么办？我记得书上说过，要把冰块放在病人的头上。OK， 这个容易，我去拿。等一下，还要。哇！还要把他送到医院去，不然脑会烧坏掉，变成白痴。啊，那么严重啊？那你快去叫马德回来。可是马德和法德都去买药了嘞。那你快去叫他们回来啦！去。OK。你没错，发高烧应该看医生的。其实佳倩根本就没有发烧，没有发烧？是我骗大哥的。你真捣蛋！不，我是故意的。为什么？可能受了妈的影响。我很气那个害我妈离家出走的女人，她就佳倩的妈妈，所以坚持我对佳倩没有好感。我想整她，我想让她尝尝冰冻的滋味，所以那一天我根本就没去找妈。怎么知道大哥竟然相信我的话，在骂他们回来之前呢，就背着佳倩去看医生，结果。事情发生了之后，每一个人都怪大哥，但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是我。事后我向大家解释，但是没人肯相信我。每个人觉得我这么做呢，是想替大哥背黑锅，连大哥自己也不相信。我也想解释，我也想认错他们，觉得我乖巧，我懂事，我伟大。那时候毕竟你还小。不。其实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的，佳倩变成这个样子，是我一手造成的。我对她有一种歉疚，我这辈子也弥补不回了。你知道吗？人一旦在你的身体里头种下怨恨的种子，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芽。会成长，它会害到其他的人，会害到你身边最亲的人。所以我学会了，我不再怨恨别人，即使别人再怎么对我呢，我也不要怨恨他们。空气里灰尘模糊了视线，麻木却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。想用划过指尖来不及言，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守着把那些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，
间。